欢迎来到烟火味厨房。拿瓜不要总是煮粥或者是烙饼。今天分享小炒拿瓜的家常做法，这样炒出来外焦里嫩，而且特别的香甜。首先我们要挑选这种绿皮拿瓜，这种拿瓜吃起来口感细腻，软糯香甜。拿瓜的表面有一些橘红色的斑点以及条纹，这是拿瓜成熟的标志，表示它的瓜瓤特别的甜美，瓜肉含量高。将拿瓜加入多一点的食盐，把拿瓜的表面揉搓一下。因为拿瓜在生长、运输、贩卖的途中，表面难免有一些细菌，而食盐有消毒杀菌的作用。加入清水，多淘洗2遍。很多朋友炒拿瓜第一步就做错了。像这种秋天的拿瓜，我们是不需要削外皮的，因为拿瓜皮是非常美味的一部分，它是拿瓜最经典的部位。有时候我们在不经意间流失的东西往往是最宝贵的。接下来把拿瓜对半切开。今天的拿瓜比较大，我们一次根本就吃不完，所以我们要想个办法储存起来。拿瓜在切开之后含有大量的水分，这些水分就含有大量的糖分，我们要用厨房纸巾把水分擦干净，然后在切口处加入食盐，下手涂抹开来，使拿瓜的表面都能够裹上薄薄的一层食盐。这里我们千万不能加水去清洗，那样的话会使拿瓜的表面滋生大量的细菌，很容易变质。食盐有消毒杀菌的作用，可以抑制滋生细菌。然后再准备一张保鲜膜，像视频中这样把拿瓜面分起来，尽量的包紧实一些，使拿瓜的表面和空气隔离，这样放在冰箱保存1个月都不会坏。这种方法大家也可以收藏起来。像吃不完的冬瓜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。把拿瓜处理成视频中这样放在冰箱，随用随取。今天我们只要1小块就可以啦。然后准备小孩吃饭的勺子，把瓜子和瓜瓤掏干净。因为瓜瓤的含水量特别重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提前处理一下，这样在炒制的过程中会更加方便。接下来简单的给下刀，把拿瓜的头和尾切掉一小部分，因为头尾的肉质比较硬，放在一起炒的话会影响整道菜的口感。接下来把拿瓜切成1厘米左右的厚片，因为拿瓜的含水量特别重，在切片的过程中我们千万不能切太薄，不然的话炒出的成品一点都不好看，而且吃起来也没有口感。但是尽可能的切均匀一些，使其成熟度一致。接下来准备小把大蒜切成薄片，大蒜可以稍微的多准备一些，增加拿瓜的蒜香味。然后再剁成稍微细一点的蒜末，全部切好放在盘中。准备小把清洗干净的香葱，我们只要葱叶部分，把葱叶切成稍微短一点的葱花，全部切好放在盘中备用。所有食材准备好，我们开始操作。起锅加入1大勺的猪油，把猪油炒至融化，用分油来炒素菜，这样吃起来都有肉的鲜香味。把切好的蒜子直接倒在锅中，开小火炒出蒜香味。接下来把拿瓜直接倒在锅中，快速的翻炒均匀，使拿瓜的表面都能够裹上一层猪油。全程开中火慢慢的煸炒，使蒜子的香味和拿瓜充分的融合。因为拿瓜本身含有大量的水分，所以在炒制的过程中我们千万不能加水，
只要把火调到最小，扣上锅盖，令南瓜自身的水分焖熟。在此过程中，我们要多翻动一下，防止粘锅或者是烧焦。大约焖煮1分钟左右，我们就把锅盖打开来。哇，好香啊！整个厨房都是南瓜和蒜子的香味，快速的翻炒均匀，使南瓜都能够受益更均匀。接下来简单的调下味，加入大半勺的食盐，然后再加入少量的生抽酱油。因为南瓜本身带有甜味，这里就不需要添加白糖了。开大火，快速的翻炒均匀，把调味料炒至化开。南瓜没有额外的加水，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南瓜的原汁原味。由于没有多余的水分，南瓜不会变得过于软烂，甚至能够看到边角处略微焦黄的状态，口感非常的清甜，能够用筷子插入，稍微有一点点阻力，证明现在的南瓜已经完全的熟透了。开大火，把南瓜充分的炒出锅气，翻炒成视频中这样就差不多了。一道营养又美味的小炒南瓜就这样做好了，盛在盘中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。炒南瓜不仅是一道简单易做的家常菜，更是一道全盐绿滴的美味佳肴。加入切好的葱花点缀一下，同时增加香味。看似非常普通的南瓜，营养十分的全面，富含多种维生素、矿物质以及膳食纤维，经常食用还可以控制血糖。如果今天的视频对您的厨艺有那么一点点帮助，就麻烦点赞、收藏、留言并转发出去。好啦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。